不干不氪，最适合平民玩家的死灵法师保姆级教程 1.0 版已为大家整理完毕。大家好，我是1年365天都坚持更新的元气 UP 主游戏张家，今天就和大家聊这个最为特殊的双氪金职业死灵法师吧。死灵法师是由星界使者加通灵师组合而成，而星界使者需要花费360个小鱼干才能激活，是当前版本中唯一的氪金职业。选好职业后，你可以选择通灵师开局，也可以选择星界使者开局，两者之间的区别就是加点罢了。在转职之前，通灵师全力量，星界使者全智力。老宅这里选择星界使者开局，开局加什么技能都无所谓，伤害技能无非就俩，一个是超界冲击，一个是暗夜星光。这里超界冲击特别像咱们正传中超界者的一技能，虽然没有正传中祭死的效果，但高额的法术伤害加成也足以秒杀前期的小怪。如果这里你不想在转职之后再洗技能点的话，那么老宅教你这么加：点1级超界冲击，剩下的全点遁入虚空。5级之后转职死灵法师，8级之后就可以决定自己走的路线。因为当前死灵法师的流派还不完善，所以最稳妥的方法还是走召唤流。但是走召唤流，咱们的属性加点得改成全力量了。至于原因，稍后再说。在前期召唤退图是很慢的，所以咱们需要一套过渡装。先去寂静山谷中刷一套统帅力，随便捡2-3个垃圾，很容易凑的。中后期再整个免疫黑暗异常，这很重要。而攻击主要以亡灵骑士为主。这货虽然在宣传的时候说是无法被击败，但是他不是无敌的，他只是不死罢了。而且他有血条，一旦血条归零，他就不干活了。然后等段时间血量回来了，接着干活。这和版本宣传的时候真的差太多了。有了统帅力套装之后，可以多召唤一个大型的召唤物了。然后咱们再去废旧城堡和机械大陆捡点带羁绊召唤的套装。然后平民开荒前期流程基本就这样了。20级之前打通1周末没有问题。然后接下来教大家如何加技能点。作为召唤的核心，灵能同步点满，它能增加召唤物强度。可别小看这点属性啊，现在装备已经被大砍了，再也拿不到相同的词条了，所以这点属性已经很可观了。然后是灵体过载，点3级就行了，因为它能突破召唤物的数量，但却会影响咱们的血条，点多了与另一项核心生命契约不搭。生命契约又能增伤又能回血，当然也会扣血，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技能，很有用。光环 buff 有条件直接拉满。而像聚灵术和灵界之门，主要是给咱们的亡灵骑士做陪衬的，点点就可以了。亡灵骑士拉满就可它了，食魂术通灵体拉满，只要提升属性的咱们都要。暗魂复生这个技能特别有意思，它可以抓敌方的怪物，当然也包括了 BOSS。只不过 BOSS 不仅不好抓，而且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用。星界使者的技能就比较简单了，超界冲击咱们用来赶路，其他2个技能几乎都是被动开着就可以了。反正技能临时就这么加吧，后期如果有错误的话还可洗点，影响不大。而且咱们的属性加的是力量，为了增加攻击和血量。而星界使者的技能都是法伤，所以用处不大。接下来是主武器的选择，因为咱们有羁绊召唤，所以主武器特别重要。没条件的话，给主武器搭配个风暴聚集羁绊就行，可以提高亡灵骑士的伤害。有条件的话就来个巨神像之魂，大面积圣光自带的 AOE 伤害，可以有效弥补召唤群伤不足的缺陷。当然了，这只是我个人偏爱，如果有更好的话，大家可以随便换。满足这些小条件，打通3周末已经没什么问题了。但实话实说啊，老人觉得死灵法师他的表现好像并没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。忍者、幻灵守卫、德瑞伊，再加上他，你们发现有明显的区别吗？给我的感觉都差不太多。还是希望以后能有氪老或者大神玩家将它的机制更加完善吧，不然都玩召唤，这明显没什么特色了。哎呀，今天就先到这里吧，后续我再想起什么我再给大家补一下。觉得有用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哟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